2025最新恐怖片《天体来了》，失踪的人到底是被谁绑架的？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话说在一个外星上，地上散落着一些宇航员的骷髅头。编号322的宇航员阿杰突然把车子停下，地上散落着很多机器的零件，天上有飞船在监视着。阿杰不停地在寻找着什么。这部手机顿时让他恢复了记忆。原来阿杰是一位超级富二代，有花不完的钱。小乔是阿杰的女友，他们俩非常的相爱，当然有时也会吵架。一日晚上，他们正在庄园里嗨皮，小乔想去大泳池游泳玩一下，但是阿杰要去洗个澡，所以小乔就一人来到泳池。短发妹和小美在一旁喝着酒，他们都跟阿杰是好友，而且小美还暗恋着阿杰，她对小乔恨得牙根直痒痒。He loves her. Sex. Nothing else. 突然屋子的所有的灯光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接着怪事发生了。What's she looking at? 哇塞，小乔就这样莫名的消失了。阿杰听见动静跑出来，只能无助的大叫着，没有人知道小乔去哪里了。接着阿杰把警察叫来，一番例行询问之下也没有什么进展，然后警察就草草收队，阿杰送走警察。恰巧短发妹在放刚才录制的视频，正好里面有小美之前讲小乔的坏话，这下把阿杰气晕了，当即就跟小美绝交。小美后悔的要命，并把他赶出了庄园。从此阿杰开始萎靡，整个人不再修边幅，感觉他就像只大猩猩。一天晚上，阿杰还做了一个很吓人的噩梦，差点把闻讯而来的短发妹掐死。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，阿杰突然想明白了，他决定满世界去找小乔，于是就把好友乔治找来想办法。原来阿杰在上网搜寻失踪人口的情况，他发现近来大多数失踪的人都会伴随着一些奇异的现象，而他就觉得只有是外星人才会干出那种奇特的景观。直觉告诉他小乔还活着，乔治一听就来兴趣，建议去著名的51区看看。而短发妹就觉得他们是在天方夜谭，她根本不相信有什么外星人，并且觉得这简直就是大海捞针，不会有什么效果的。不过阿杰最后下了决心，一定要去外面寻找小乔，谁阻拦也不好使。短发妹认为阿杰太过于理想化，感觉他已经疯狂了，于是就给小美电话，想请她来劝说阿杰不要乱来。小美表示他们都已经绝交了，她过来只会添乱。最后小美架不住短发妹的劝说，就赶了过来。虽然这么久两人没有见面，但是小美一上来就主动表示她想帮阿杰寻找小乔，阿杰也就原谅了小美。短发妹顿时气坏了，没想到这件事竟然会变成这样，就不停地责怪小美，可这有什么用呢？她已经无法改变这件事情。最后短发妹也不得不跟着他们一起去找小乔。乔治表示自己认识一个人比较神通广大，说不定能帮上很大的忙，于是阿杰就带上枪。在一日的晚上，四人开车来到了乔治朋友那里，这个地方位于荒郊野外的，看上去比较阴森。乔治四人推开院门进来后，从屋内走出一个人，此人名叫汤姆，说话和做事有点西部牛仔的范儿。相互介绍之后，汤姆对于小乔的失踪案很感兴趣，于是把四人领进了一间大型的仓库。一开始大家觉得也没有啥案，就见汤姆在一张桌子的前面按动了几下按钮，哇塞，眼前突然出现梦幻般的场景，大家惊叹不已。汤姆表示这是他所做的逆向工程，他从政府那里得到了许可，意思是这些都和外星人有关，尤其是那个著名的罗斯威尔事件是真的。美国政府因此得到了外星科技。阿杰对那些兴趣不大，他就想知道自己的女友小乔有没有可能就是被外星人绑架的。没想到汤姆的意思是，有可能是小乔知道外星人的事情太多，所以被政府秘密带走了。这让大家很吃惊，因为小乔从未透露出对外星人的兴趣。阿杰也是懵逼的不行，他在努力回忆着那些关于小乔的过往。阿杰突然想起他做过一个梦，在梦里小乔被抓到一个地下实验室，他正在被外星人做实验。这时的汤姆一边听着，一边走到一张桌子旁，拿了一把小钢铲，然后接上阿杰的话语，意思是那些外星人会把一些东西放进人的大脑里。他越说越激动。
万万没想到汤姆竟然要杀了阿杰等4人，于是大家四散逃到了院子里，也不知道汤姆是怎么做到的，突然就拿着枪堵在前面，4人赶紧反身就跑。他们跑到了一个墙角，还发现了真汤姆的尸体，大家也顾不上多看几眼，赶紧翻墙就跑吧。刚上了车，汤姆就出现在前方。这一把算是有惊无险，大家路上猜测那个假汤姆的内核应该是个外星人。随后阿杰就想趁此去一趟小乔的家，看望一下他的父母。很快他们4人换乘飞机，然后一路狂奔来到了德克萨斯州的荒原，小乔的家就在荒原之中。小乔的父母热情地接待了他们。随后阿杰才知道，小乔从小就喜欢画一些关于外星人的图画，乔妈就把小乔的秘密告诉了大家。原来小乔曾经在小时候失踪过一次，回来后告诉他们自己被抓到了手术台上，周围都是外星人。哎呀，阿杰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线索，小乔的失踪一定跟那次有关联。然后4人赶紧上路去找小乔，中途还换了房车，至于往哪里开就凭阿杰的直觉了，反正就是在德克萨斯州的荒原上乱窜。半夜乔治要下车走动一下，哪知道这家伙越走越远，于是其他3人跟了过去。不久乔治找到一个深潭，大家都没想到这里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。突然有一男一女冒了出来，相互打完招呼后，女人主动邀请阿杰去潭水里玩耍，阿杰竟然脱掉外套照做了。小美一看这不行，太危险了，就强行把阿杰拖走。还好阿杰及时清醒过来，4人继续开车上路。阿杰想开到什么地方就什么地方，阿杰表示他的潜意识告诉他就是这个方向。小美也是无语了。突然前方出现一个山羊，阿杰来了个紧急刹车，小美就让阿杰按喇叭把山羊赶跑。 Just high beam him. What is that? Drive! 吓得阿杰赶紧倒车，刚才就是一艘外星的飞船在袭击他们。由于长时间的倒车，阿杰一个没小心，竟然离开公路翻车了。哇塞，这下惨了，车子被摔的是七零八落的，4人多少都受了轻伤。4人相互搀扶着逃离车子的残骸。随后车子漏油发生了大爆炸，大家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然而更加奇怪还在后面，之前那对男女竟然朝着他们的方向走来。What'd she say? 这就把4人吓得大叫不已，赶紧换个方向跑。不久前方出现一片奇怪的建筑，阿杰坚持要进去看看，其他3人不肯。这时头顶上出现一艘外星飞船，吓得4人就往那片建筑跑去，不时的有激光炮对他们射击，似乎在纠正他们奔跑的方向。4人七拐八拐的跑进那些散发奇怪光柱的房子里。阿杰看见一部类似电梯的装置，非要进去不可，小美怎么拦也没有用，4人只好走进了电梯。一阵颠簸之后，4人来到了一个奇怪的空间。短发妹觉得四周僵硬的墙壁摸上去似乎会动。哇塞，这些写手也太吓人！4人慌不择路，来到另外一个房间，这里到处都是奇怪的物品。突然2名巡逻的士兵发现了他们，于是对他们展开了追捕。这一路上他们看见一些玻璃柱子，里面都是一些被实验的组织，有人类的，也有外星生物的。短发妹赶紧把手机拿出来录制小视频，这分明是在一个大型的实验室内部啊！大家都惊恐不已。他们继续往前走去，这好像是一个地下的大型手术室。很快阿杰就看见小乔突然出现在手术台上，有外星人出现在台子旁。现在他们意识到要有武器才能拯救小乔，于是就反身去夺取追捕他们士兵手上的枪支。他们在一个门口设伏，一番打斗之后，他们成功了夺取了枪支。这2名士兵的确是人类，不过已经变成了外星人的奴隶。随后4人闯进了手术台，这些外星生物可不是好惹的，个个凶残无比。还好他们有枪在手，打死了几个外星人。阿杰救出了小乔。5人赶紧搀扶着往外跑，有几个外星人尾随着。
期间小美一个没注意摔倒在地，瞬间就被外星人抓住。阿杰要去救小美，但是遭到小乔的拒绝，他表示小美已经死了，他们无能为力，四人只好往前继续跑去。他们来到一间奇怪的房间，四周都是宇航服，也不知道这里是干嘛用的。突然一阵异响，白光之后，四人竟然穿上了宇航服，他们走出了舱门之外。哇塞，他们来到一颗外星，阿杰感觉是被某种虫洞装置传送过来的，这里无比的荒凉，似乎是在一种低氧的环境之中。这里似乎刚刚发生过一场大战，四人赶紧钻进一个铁质的建筑之内。哇塞，里面还是实验室。小乔告诉阿杰，自己曾经和他在小时候被抓到这个实验室里，现在时机到了。小乔才把实情告诉阿杰，他永远爱着阿杰。阿杰震惊无比，因为他一点印象也没有。这时他感觉鼻子里有什么东西，掏出来一看是一枚追踪器，这让阿杰瞬间有了记忆，这就说明两人为什么会紧密相连了。这是一只超级大的外星生物追了过来，四人就赶紧跑吧。然而不幸的是，乔治被外星人干掉。三人跑出了地下掩体，这时一名外星人对着短发妹就是一个外星飞镖，打掉了短发妹的头盔，接着外星人就扭断了短发妹的脖子。阿杰带着小乔赶紧跳上一辆车子就飞奔而去，那个外星人随后一路追来，双方在外星球上飙着车架。很不幸，阿杰还是被外星人打翻在地。这家伙力气太大，阿杰带着小乔离开车子，小乔受了重伤，他们已经被包围了。两人拉开头盔要做最后道别，可是外星人不想他们就这样死去，于是他们俩再次被转移了。他们俩被外星人不停的循环往复试验，过程十分的悲催。影片到此基本结束。本片改编自真实事件，满分5星我给打分3星半。据估计，北美地区每200人中就有1人曾被外星人绑架过或接触过外星生物，而大多数案例因公众的嘲笑而未被公开报道。2022年北美地区报告的此类案例估计约为160万例，全球范围的估计数据尚不明确，且多数未被记录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